贴上红纸的步枪。刚入伍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刺激。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排得满满的训练课程，从叠棉被到踢正步，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这群菜鸟磨练成合格的军人。然而，最让我兴奋的还是学习操作步枪。这是65K2步枪，虽然不能击发，但它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，要好好对待它，教育班长大声地说着。他的语气严肃，但我们这些新兵却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。第一次拿枪的感觉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电影里的英雄。然而，班长接着补充了一句话，有一把枪上贴了红纸，那把枪永远不能拿出库房，听清楚了吗？我们纷纷点头，没人敢违抗。然而，关于那把红纸步枪的谣言却从此在我们之间流传开来。老兵们说，那把枪出过事。多年以前，有一位新兵在训练中意外击发，子弹打中了他的战友，造成当场死亡。更诡异的是，后来那把枪又发生了几次类似的意外，不是走火就是在训练中无故脱手砸伤人。据说，最后军中找来一位道士，对步枪进行了一场法事，并按照指示在枪上贴了红纸，用以镇压邪气。从此，那把步枪便被封存，再也没有人动过它。我们虽然半信半疑，但听完后都不寒而栗，心里默默祈祷别碰上这种晦气事。一切的异常始于某个闷热的午后。那天的训练是基础射击姿势，我们整排人在操场练习持枪的标准动作。班长大声喊着口令：卧姿、跪姿、站姿。每个人都额头冒汗，但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操练间的休息时，我走到枪架旁，想把自己的步枪放回去擦擦汗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目光突然被一把步枪吸引住了。那把枪与其他的没什么不同，除了它的枪身上贴着一张已经有些褪色的红纸。不对啊，这不是应该放在库房里吗？我心里疑惑，环顾四周想找人确认，却发现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那把枪。突然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枪架上的步枪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咯吱声，像是有人在轻轻抚摸它。我的后背一阵发冷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把自己的步枪挂回原位，转身回到了队伍中。自从那天起，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。有人说，晚上在宿舍听到操场上有持枪训练的口令声，但查看后却什么都没有。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，远远看到枪架旁有个模糊的人影，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更离奇的是，一名战友声称，自己在检查枪时，明明刚擦干净的枪管却渗出了黑色的液体。大家人心惶惶，但没有人敢把这些事情告诉班长或排长。我们只能私下讨论，并开始怀疑那把红纸步枪是否真的带着什么不祥的东西。事情在一个深夜达到了顶点。那天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训练，疲惫的倒头就睡。到了凌晨，忽然听到一阵巨大的声响，把所有人都惊醒了。砰！像是枪支摔落地面的声音，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几个胆子大的战友赶紧跑到枪架旁查看，发现那把红纸步枪竟然掉在地上，而枪上的红纸已经裂成了两半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能碰吗？有人颤抖着问，但没人能回答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指着枪的方向惊恐地喊道：那是什么？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发现枪旁的地板上浮现了一道模糊的人影，那影子像是个拿枪的士兵，笔直地站着，但他的脸却看不清楚。集合！集合！值班的班长紧急吹哨，把我们全员带到操场上，强制站了1个小时的军姿，直到天亮才放我们回去。第二天，排长把我们所有人召集起来，严厉地说，昨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谁都不准再提。他表情严肃，但我们能看出他的眼神中也带着一丝不安。几天后，我在清理枪库时，忍不住向老兵询问红纸步枪的来历。他压低声音告诉我，当年那把枪误击发的事故，
其实不止一次，而每次事故都发生在不同的士兵身上，仿佛那把枪自己在选择目标。所以还是别去碰它，也别再多问了。老兵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。从那之后，关于红指步枪的事情再也没人提起，但它的存在却成了新训中心永远的禁忌。每当有人问起，我只会说，有些事情还是别知道的太多比较好。